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美股虽然在高位震荡，但不少人都在担心大型新股增发与大股东套现会不会让股票供给过多而压垮股价。甚至有人问，美股天天创新高，是不是散户盲目跟风？别慌，摩根大通发布的全球市场策略报告直接用数据亮出了一张超级底牌。原来在4月和5月，全球大型企业在短短2个月内就疯狂砸下高达5330亿美元买回自家股票，这可是整整半兆美元的护盘资金。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摩根大通的最新内部数据，看清这场全球资金的防御与套利游戏。首先，我们必须先来好好拆解一下这场高达5330亿美元的库藏股狂欢到底是不是一个虚假的繁荣。摩根大通指出，市场上许多分析师之前非常担心今年全球股市的新股发行以及刺激市场的大宗交易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从而对市场的净股票供给造成严重的稀释压力。然而，摩根大通在进行了精密的资金流量点检后，直接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科学判断。报告数据显示，仅在刚刚过去的4月与5月，全球企业在二级市场上实际执行的股份回购规模就已经突破了533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代表着即使下半年有大量的新股和次级发行在排队，但这波史诗级的库藏股浪潮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市场最牢固的底部蓄水池。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因为库藏股的回攻力道实在太过强劲，今年乃至2027年全球股市的净股票供给根本很难出现实质性的失衡。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在利率维持高位、宏观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2026年，美股大盘依然能维持如此强韧的向上姿态。因为这高达半兆美元的护盘资金就是美股最真实也最难以被击穿的物理防御底牌。而这场由库藏股主导的资金游戏里，最引人注目的主角无疑是科技巨头们。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详细剖析，这波回购狂潮的领头羊正是像 Alphabet 这样的万亿级科技帝国。Alphabet 此前正式宣布了高达800亿美元的无期限股份回购授权，这项天文数字般的回购不仅向市场展示了科技巨头们手中握有的恐怖现金流，更是在实质上为其自身股价建立了一个极其强大的下档估值安全垫。在物理世界的商业运行中，当一家公司每年能产生数百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并且不遗余力地在二级市场回购并注销自己的股份时，这会直接推高其每股盈余与净资产收益率。摩根大通指出，科技巨头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节点大举出手，正是因为在 AI 算力大爆发的2026年，虽然他们在数据中心和先进芯片材料上进行着高额的前期资本支出，但其轻资产的软件与云端业务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着巨额利润。这种高投资与高回购并行的财务闭环，正是科技巨头们在利率拉锯期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底层密码。在看清了美股的库藏股护盘底牌之后，我们把视线移向亚太市场，看看那些正在疯狂上涨的台湾和韩国股市背后究竟是哪些资金在默默推波助澜。对于这个问题，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特别进行了一次高密度的资金流向追踪。数据显示，在今年前5个月，推动台湾与韩国2大北亚硬科技市场一路上攻的，呈现出了一种非常清晰的双轨制资金特征。在台湾股市方面，摩根大通指出，最核心的资金推手来自于海外主动型基金的强势建仓，以及台湾本土极其热络的零售与定额投资资金。这群聪明的跨国资金和本土散户正紧紧锁定着台湾在 AI 伺服器与高阶封装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在韩国股市方面，资金结构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防御特色。摩根大通分析指出，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一路上攻的，除了外资的被动流入之外，更得益于韩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企业价值提升计划，促使韩国各大财阀和龙头企业纷纷调升股利，并宣布更大规模的股份回购。这种由制度变革引发的估值重置，正在吸引全球长线配置资金在利差波动的逆风中持续向北亚市场进行资金倾斜。然而，就在全球资金疯狂涌入科技股与北亚市场的同时，外汇市场却在悄悄预妙着一场微妙的防御性变局。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首次披露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讯号，那就是全球非美投资者对于美元避险的需求在近期出现了显著的攀升迹象。为什么在美股形势大好的时候，外资反而要花大钱去给美元做保险呢？这背后的财务博弈非常耐人寻味。摩根大通分析指出，随着美债10年期殖利率再次逼近 5% 的警戒红线，加上全球地缘政治摩擦带来的汇率波动，海外投资者在持有大量美元计价资产的同时，不得不防范一旦全球利率触顶回落，美元可能出现的非线性血崩风险。因此，通过在外汇衍生品市场中主动增加美元的看跌期权，或者调高套期保值比例，外资在实质上是在为自己庞大的美股部位买一份双重保险。这项避险需求的上升，说明全球最聪明的钱早已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宏观利差逆转做好了最坏的物理防御部署。除了股债汇市场的精彩博弈，摩根大通特别提及了备受全球加密与数位资产市场关注的清晰法案的立法前瞻。摩根大通指出，这项旨在为稳定币和数位资产提供明确法规框架的重磅法案，目前在美国国会的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时间摩擦。这背后的政策瓶颈在于两大阻力。第一，是随着2026年中期立法日历的日益紧绷，国会决策层在法案审议上的时间窗口正在被无情压缩。第二，则是美国两党在稳定币收益分配等关键核心细节上依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利益分歧。摩根大通分析认为，这项法案在今年年内顺利通过并落地的概率正在大幅降低。这一政策钝化的事实，也为当前高涨的数位资产市场打上了一剂冷静的政策预防针。摩根大通披露的这场5330亿美元大回扣，宣告了全球金融市场防御定价模型的重组。在物理世界中，全球核心科技巨头的盈利能力已脱离传统信贷周期，这半兆美元的回购为美股提供了如混凝土及钢筋水泥般坚固的底部防御。当 Alphabet 敢于在面对高昂 AI 投资的同时，年砸800亿美元进行回购，这不仅抑制了新股发行对市场估值的稀释，更彻底锁定了科技板块的超额溢价。同时，华瑞认为，台韩股市获得的主动型资金注入，说明全球在芯片与半导体供应链上的物理重组正在加速。虽然美债 5% 的利率红线会带来阶段性估值拉锯，但全球 AI 基础设施向代理型 AI 的升级已成时代巨浪。在这种高景气度推动下，外资正主动修复台韩市场的低配比例，这两大市场仍将牢牢掌握 AI 硬铁市场的绝对定价权。而外资对美元避险需求的攀升，则清晰显示长线资金已在利用不对称期权结构锁定汇率风险，这无疑是最具智慧的战略防御。当然，转型期仍需防范两大下行风险。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全球企业现金流若出现超预期下滑，导致科技巨头降低回扣执行率。一旦这半兆美元的库藏股防御底牌缩水，市场将直接暴露在新股发行的重力挤压下，对大盘构成去港的震荡压力。第二个风险是美元套期保值成本的非线性暴涨。如果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在下半年出现分化，外资进行美元避险的期权溢价将变得无比昂贵，这将侵蚀外资配置美股的净回报率，甚至倒逼跨国资金提前撤离。华瑞认为，这份最新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全球宏观定价下半场的真实底牌。大回扣提供底部防御，台韩硬科技吸引主动资金，外资未雨绸缪进行美元对冲。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半兆美元的资金游戏中看清底牌，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指数每天的涨跌，而是要学会跟踪最底层的实体指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务线索。第一，是 Alphabet 等科技巨头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实际执行的回购额度与自由现金流利润率的边际变化，这直接决定了5330亿美元防护罩的稳固度。第二，则是密切关注台韩市场主动型外资的净流入流量变动，以及远期外汇市场中美元避险期权隐含波动率的流速变化。这两项硬指标才是我们在宏观流动性拉锯期理清头绪，锁定安全跨市场路径的关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
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